比特币下周会出现起涨点吗？美国有经济危机的风险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先把 MACD 的指标给打开，我们可以发现啊，我们在过去至少我们复盘从这个牛市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要产生这种周线级别的上涨呢，我们在 MACD 上面它势必会有动作，比如说金叉。我们可以先把我们在过去发生金叉的位置呢给画出来，比如说我们当时出现金叉的位置大概第一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虽然说它后面它又打出了一个新低点，没错不过如果我们在当时产生金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开始布局现货啦等等的，那其实也是在非常非常不错的位置，我们可以掌握这波上涨，它在很底部的位置，我们就开始掌握了。那当然了，我们出现这种金叉的时候呢，最好是要在水下有金叉，也就是要在零轴的下方，在零轴的下方，我们往上的空间才会比较大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过去在这个位置，它是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一次金叉。那我们当时呢突破，其实这一次的突破是失败的这次的突破它并不是在这一次就成功我们是到了后面，我们出现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才顺利的突破。不过这个回调的幅度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说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或者说这个附近去建仓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抓住相对的底部，它并不是绝对，可是至少是相对的。还有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附近建仓也是很不错的方式。那我们最近呢，你可以发现我们最近好像即将出现了金叉，对不对？不过还没有出现。如果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往上突破前高74000，那我们就会在此处出现金叉。不过如果此处出现金叉的话呢，对于整体的上涨它并不是太健康的。如果说在这里出现金叉那我们就会变成出现了水上的金叉，尤其我们前面的高点这么高，那如果说我们后续的上涨呢金叉之后后续的上涨如果不够猛烈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背离。那当然其实我们期待的上涨呢，毕竟这里震荡了这么久，我们期待它是把前面的上涨从15000以来的上涨全部给回调结束。所以其实对于这里最好的情况，要对于我们后面呢产生一波非常非常趋势很强劲的多头，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待的是零轴下方的金叉，零轴下方的金叉。简而言之就是，如果我们再让这里再回调一段时间，再让快慢线有调整的时间跟机会往下的话，然后我们再金叉向上，其实对于整体的多头是好的，是更好的。从日线上，我们下周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下个礼拜的7天，也就是我们从10月14号一直到20号这段时间呢，我认为相当关键。如果说我们今年的第4季度它会产生多头趋势的话，那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下个礼拜找到起涨点。如果我们下个礼拜都没有出现起涨点的话，那我们这整个今年第4季度第4季度的意思就是10月、11月、12月这3个月呢，最后继续走震荡，到年底甚至到明年初的几率就会极高。那如果说我们第4季度都是走震荡的话，我们要再回测我们底部的支撑比如说57000，或者是往下54000、53000的几率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甚至在测试我们前低点都不一定会很奇怪所以我认为我们下周呢绝对是关键我们在下周我们要找它有没有出现起涨点，有没有出现一个可能的起涨点。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在57000、53000都是可以碰到再一次的机会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到4小时吧。4小时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条趋势线就是这里如果说这里突破的话，当然它必须要有很多很强势的征兆，那么我们整个通道、整个震荡被打破的机会呢，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这条趋势线也会变得非常关键。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是如果你没有账号的。如果你有账号，非常欢迎你可以加入 WSOT 的科比托战队，我们每天都会抽$100也就是$25，然后抽4个朋友，直接抽有加入战队的人。你可以点进这个链接，然后就可以加入战队，它没有任何的限制
那我们来看啊，我们有213个人嘛，那我们就把抽奖数字呢从1到213，我们抽4个人，这4个人呢，每人可以获得25U 现金，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我们前面呢，中奖者已经有来跟我们领取，我们都有发送。好，我们来看吧。5491105140，好，我们来看啊。54的话，我看一下啊。好，这位朋友们，W 然后什么1的这个朋友中25U，欢迎来跟我们领取。你只要到我们的信箱呢，然后把你的账号的截图截下来，确认这个人是你，那你就可以领取了。好，5491，好，我们来看一下91。好，91这个 Jeff Chen， 欢迎你可以来跟我领取$25的现金。91，然后105跟140嘛，105，好，这位朋友MON，然后 at 这个朋友，然后140，看一下140这个 CEX19 CEX19，欢迎你可以来我们的信箱，然后领取你的奖金。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呢？其实我们最近关心的就是美国降息周期对于币圈跟整体金融环境的影响嘛。其实现在呢，美国降息周期，通膨已经不是重点了。当然他会考虑，可是他已经不是重点，因为已经被控制了，而且已经是到了FOMC 原本目标的区间，也就是大概在2%左右，一定会达到，一定会达到。那现在重要的就是失业率，目前呢，美国失业的状况，它有没有可能去产生经济危机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所产生的几次经济危机，当然这是月线，因为它不用去用很小的周期去区分所以我们直接用月线，而且我们是用这个折线图，这样会比较好观察。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呢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里发生海湾战争，对吧？然后2000年的次贷风暴，2008年的次贷风暴，2000年的网络泡沫，还有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让美国的失业率飙升。所以美国的失业率飙升，它确实会是一个判断美国有没有发生衰退，或者说经济危机的征兆。那如果发生经济危机的话，比特币一定会暴跌，因为比特币的流动性非常非常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往呢，在底部它有一个支撑。如果说我们往上到达了这个区间的话，那就会发生经济危机。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这个区间呢，它是有一段距离的。虽然说我们的失业率确实有上升，失业的状况有上升，不过它还不到这样的区间，它上升的速度呢也不是像前面一样这么快。所以其实以短期来看，美国是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这种很立即的风险。那在过去，鲍威尔主席他也都没有提到美国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或者说有什么征兆数据出现。所以当前发生黑天鹅的几率，或者说有经济危机的这种几率，确实是比较低的。那这次的降息呢，如果说可以软着陆的话，当然，在我们前面一段时间降息过后，其实对于长期的行情来说，肯定是利多的。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有趣的数据。这个数据呢，它可以表示比特币的长期持有者和短期持有者占比特币的供给它的比例的多寡。你可以发现这些长期持有者呢，他持有的比特币所占的比特币的份额呢，它是一直在不断上升的。其实很简单嘛，每轮牛市都吸引了更多的比特币长期持有者来长期持有比特币。那这些人呢，他只要加入，并且在比特币上面长期持有，赚到钱呢，其实他们就离不开币圈了，他们就会继续长期持有。所以这个人数它只会更多，不会更少。那他们所持有的比特币数额呢，跟占比也只会越来越多。你可以发现但这些长期持有他们不是笨蛋。如果我们牛市涨得非常疯狂，或者说到了我们牛市顶峰4年一次的高点的话，那他们就会选择出售。这个时候呢，长期持有者所持有的比特币数量就会急剧的下滑。黑色线表示的是比特币的价格，紫色线表示的是 LTH supply drawdown from all time high， 也就是从最高点呢下降的这个比例。那这个 LTH 呢，就是 long term holder 的缩写，就是长期持有者嘛。
你可以看到哦，当我们在牛市顶峰的时候，比如说在2013年，2013年我们是走双头牛，有2个顶峰。我们在出现第一个顶峰附近的时候呢，长期持有者所持有的比特币的数量急剧的下滑，对吧？下滑了64%。那当时它也不是在牛市的最顶峰，它只是阶段性的高点。那当然，我们突破这个阶段性的高点呢，也花了1年多左右的时间哦。那当时呢，出现了长期持有者的抛售之后呢，我们依然他会继续的去持有他们抛售之后呢，会继续的累积，然后直到我们产生第2个顶峰，产生第2个顶峰的附近呢，这些长期持有者他们就会再把他们的币给抛售，然后在熊市的时候呢，继续的去累积他们的持仓。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说我们牛市出现了很明显的一次性的顶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长期持有者他一定会把他的比特币卖出，然后他们所持有的供给量就会下降。我们在2017年的顶峰我们看到如此，我们在2021年的顶峰我们也看到确实是如此。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74000一直震荡到可能6万多甚至5万多附近的这段区域长期持有者他是有把他们手中的币呢给卖出的，确实是有的。那表示什么呢？我们74000它很有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的顶部，但是是阶段性的顶部，它不是我们这个牛市永久的顶部，不然长期持有者他是不会卖出的。你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其实我们过去也出现过很多次。比如说我们在2019年的小牛市过后呢，当时长期持有者他是有卖出的，不过不代表我们此处的高点就是我们这个牛市的高点。这些长期持有者他还是会再继续累积他们币的数量，然后呢，直到我们牛市最顶峰的时候，他会再卖出。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我认为我们74000这些长期持有者既然卖出了，而且卖出的比例不少，那我们就可以判定其实74000它已经成为我们这轮牛市呢阶段性的顶部了，或者说暂时性的顶部。但是出现这种暂时性的顶部，不代表我们不能再创出一个更高的高点，也不代表我们这轮牛市就结束了。我们前面有太多例子，比如说2019年的小牛，他们也有卖出；比如说2013年第1个顶峰，他们也有卖出。那我们后面呢，其实也是可以出现第2个顶部的。那其实我们从我们这轮牛市的周期来说呢，我们这轮牛市绝对还没有结束。尤其你可以看我们当前在的这个价位，对不对？这些长期持有者他又开始在累积他的比特币的数量了。那这不就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状况是一致的吗？当这些比特币长期持有者他不断的累积呢，甚至超过了原本的高峰，然后他们会一直等待我们牛市的顶峰的附近，他们就会开始把它分批的给出场掉。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状况。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